可以。确是一条金龙。金龙变！成为我们毁掉北离的理由。只有摧毁，才能重建。为了重建，又有多少人需要流血啊？我已经流了，他们也该付出点什么。行了，走吧。看看，这都是今早刚打上来的。站住！可以啊，来挑一个。你们几个在这干嘛？狼牙，冒犯了，走。师兄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记得上次离岛前，可不是这般景象。我们跟男爵的战争已经开始，自然是要比以往严些了。二师兄，小师兄，人呢？我已经带来了。战事吃紧，长话短说，尤其是你。哎，好你个柳月，我好歹是师兄，你给不给面子啊？董娟，上一次天启城一别，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，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，不能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，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。可是我是不信的。你看如今，我说我们会再见，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？你呀，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，而我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这样的重逢，我觉得很好。嘿嘿，是不是成熟很多？嘿嘿，是。行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说点有用的话吧。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二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要去男爵边境，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，
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事府，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。许久未见，真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。下次吧。二位专程绕道来看我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？是。男爵犯我边境，绝非偶然。如今西面魔族猖獗，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如今北离的处境，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。西面有你父亲镇守，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。但是有的人，军队是拦不住的。东君，我想拜托你。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！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。东君，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这个承诺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，大哥。哼，这，哎，你也叫一声啊！我还真得叫你一声大哥。我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我没日没夜我睡不着啊。你去天启城之前，你娘亲给我下了毒，你要死了我也得死啊。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解药。大哥，哎，你还真信了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我娘亲是骗你的，雷梦莎小弟弟。告辞。这样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我是不会死在男爵的战场上的。这样。学堂李先生座下弟子百里东君，定不辱使命。云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听说呀，2月之前，男爵10万大军压境，不出7天，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！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，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，直取皇城啊！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，担忧啊！我们南城离北境、离皇都都那么远，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？啊！这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，上阵杀敌。今日我就上书一封，恳请总督大人让我领兵1万，直奔男爵，以为天下之表率。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，还都是些守城的兵。谁人如此大胆，妄议上官？在下谢轩，乃一介书生，途经南安城，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不是你的兵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大胆！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可带兵打仗，
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，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；否则，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，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南绝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南绝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八公子之柳月、清歌、墨尘前去相助。镇西侯世子百里乘风，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，七盏星夜酒有没有？我可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
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音乐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音乐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暂时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啊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玉珍，我驴呢？在这呢，师兄，等一下。快点啊，待会儿我可就下不了山了。让你给我装行囊，你就给我随便打包一下就好了嘛。来，师兄，让我看看你给师兄我带了什么。都是我亲手种的桃。我又不是你，那么爱吃桃。况且这桃，真是给我吃的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拿了，没道理给人的东西要拿回去啊。好了，兄长我走了。哎，师兄。别想了，你不能去，好好在山上待着。哎呀，想去的不能去，不想去的，非摁着脑袋逼着去，真烦人呐！人家老婆没了，讲回来天经地义，我们干嘛非得掺上这一脚呢？要我说，就赖我们师门规定不能娶妻，圈一帮牛鼻子，不解风情，还坏人姻缘，作孽啊，作孽！玉珍，你可不能学他们，以后要是有了心上人，提刀提剑要把他娶回来，啊！哦，你不能下山，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师兄，你还走不走了？走走，这走了，走喽！师兄保重啊，早日回来。以此山为界，魔教之人休想跨山1步。你说不过便不过，我看还是我们说了算。想不到域外之地，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。关键是他们人还多，来了一批又一批。不是他们人多，是你们心太软了，总是伤而不杀。他们回去养1天伤之后，第2天再来攻打你们的山门，当然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喽。是。是你们，暗河？没错，不知道各位正派的朋友是否欢迎呢？他们都要死完了，还不欢迎我们呢？不过小昌河说的对，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，就是矫情。他们都要杀你们了，你们肯定是要杀回去了，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傻。你们暗河至此，该不会只是来嘲笑我们的吧？当然不是了。虽然我们暗河之前杀人只看重钱，但这一次是我们暗河第1次做不要钱的事。因为我们大家长说了，魔教入侵北离，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。
会影响我们本来就不太好的生意，所以喊我们过来帮助你。你们玩什么花招？我们暗河虽然是杀手组织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国家大义。暗河，送葬师苏昌河。暗河，斗笠鬼苏哲。是不是还少一个同伴？我记得那个人跟你苏昌河形影不离。你说他啊？做魁了，当然不跟我在一块儿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也来，还是主力。暗河，魁。看你们这架势，不会帮完忙把我们也杀了吧？放宽心，不给钱，不杀自己人。景轩，今日的军报都送来了吗？回陛下，刚刚送到。念吧。是。男爵大军此前所占之城，尽皆被琅琊军收回。虽然男爵兵马仍未退去，但已难成大事。胜。男爵此次本就是虚张声势，况且有若风亲自带军击退男爵，本就是不难之事。西面，西域乱民已被镇压，只是偶有流寇作乱，已不成大器，也是胜。派破风军去镇压这些流寇，委实有些浪费了。至于北面，这封你就长话短说吧。是，陛下。北蛮军是极其可怕的军队，虽然人数不如男爵，但却远胜男爵大军10倍有余，是真正的虎狼之势。但幸得琅琊军全军神勇，又得贵人相助，请陛下放心。贵人？军报上说，贵人名叫君玉，是学堂弟子，拜师李先生门下。李先生？哼，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即便消失了这么久，余威犹在啊。那西北呢？那个地方呢？西北面也传来了信。这西北虽然派的是武林人士镇压，不过这无双城乃是开国皇帝御赐的武城，本就有护国之职。这军书怎会这般随意？回陛下，不是无双城发来的，是雪月城的司空长风。原来是朱雀使啊！这就不奇怪了。上面写什么了？上面说，魔教大军已被拦住，只有一人突围，正往天启城而来，让我们坚守皇城，保护陛下。哼，区区一人，就敢来这皇城里刺杀姑吗？哼，笑话。这个人叫叶鼎之。陛下，锦仙，
你怎么来了？看你神色匆匆，是否也是收到了消息，有人要来皇城刺杀过？请陛下如听见，可暂避。不，陛下，谨先觉得，此番他来皇城，取孤性命，还要多久？怕是就在今日。白虎使和青龙使已经在青云台准备迎战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青云台会会他。既然他想杀孤，那就让他来杀杀看。心剑有灵，他在害怕吗？不，是兴奋。陛下，刀剑无眼，还请陛下速速回避。来不及了。剑心主仙剑传人，好剑，好剑心。好强，他这已经到什么境界了？他其实比起李先生也未必逊色多少。明知我是来杀你的，你还不懂，真是大胆。孤坐得端，行得正，怎会怕你一个贼人？贼人？到底谁才是夺人妻子的贼人？宣妃早就嫁入孤的景玉王府，是你将她哄骗拐走，怎会是孤夺的？宣妃，易文君是我叶云的妻子，我们有约在前，有情在后。萧若晴，是你强迫她嫁入皇室，是你们背离。让他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叶教主，我实在不想跟你打，不过毕竟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皇帝给杀了吧？所以，来吧。但我必须要说，叶鼎之，现在回头还是正道。屁的正道，道法万千，何来唯一之道？我的道，就是守卫古苏城外那个小草庐。你的草庐已经毁了，但是人还在，只要人在，就能重新盖起来。姬若风，你通晓天下武学，这个叶鼎之，如今这么强大，
是否已入了神游玄境？不是神游玄境，只有修正道武学才是一品四境。此刻他已经入了魔道，已是四境之外。看如今神通，应该是鬼仙境。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黎所灭，疆土纳入北黎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。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黎。昔日的西楚大族燕家，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成为了北黎西南道最强大的两派势力之一，和出自北黎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离暴毙巴别城，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燕家家主燕别天趁顾家无主，强行欲与顾家二公子顾剑门联姻。风雨欲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二公子，方才午夜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来客人了。东归。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。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啊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
是元正，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。我的酒。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好强！追虚强。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哼，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正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。我闻出来了。闻？女人香。女人？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细啊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，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说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界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。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？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公子，还记得这把剑吗？
这是我去天启那年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我顾剑门16路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画洞，万斩秋露白衣醉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我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头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钱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细看，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，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你个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得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
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一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一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准女儿的顾家和老儿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为大为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哼，唉，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秀一秀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丑，清香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私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姓顾，所以说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邀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，指日可待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呀！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桑落、新风、茱萸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
声闻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哼，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。 爽快，请吧，小老板。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柯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 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醉以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。 那也可惜，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 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最名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。 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 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贵呀！哎呀！ 站住！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 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
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明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没机会的是你。唉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
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我应叫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。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的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！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。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瞧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。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
一成能把握你，还有脸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学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楚墨多言雷梦莎？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，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询问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？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，只是人世中的凶徒。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两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十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人了，吓死
起来。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小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都说好了，谁逃跑，谁就是小狗。跑。听到奇怪的声音。什么？没听到啊？怎么了？你害怕了？没有，我才不怕呢。这个你听到了吧？胆小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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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鬼！胆小鬼！哎呀，李少卿啊，李少卿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今天我是不可能去的。四娘亲自下厨，点名让我打下手。贺家村传出闹鬼，紧接着就出了一桩失踪案。哎，不就是一个失踪案吗？你自己去查就好了呀。我要有线索还会来找你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得了断案恐惧症啊，我今天肯定不可能去的。得了病得治啊，我带你找大夫。你是鬼吗？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四娘，非要萨摩帮厨吗？是啊，今天人手不够啊。来来来，吃完饺子好干活。还是你好，一定要多吃点哦，知道你饭量大。不够的话，锅里还有50。不是那个，李志，你不是找我有事吗？啊，你不是很着急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走走走走，萨摩，多亏你提醒我。哎，李志，这贺家村什么来头啊？能让你这么上心啊？贺家村中有个规模不小的染坊，长安城里达官贵人的各种服装用料都出自这里。
这姑娘，哼，小哥，我问一下，李少卿，里面请。各位官人从长安城远道而来，失敬失敬啊！请。您是什么时候上任的？啊，还不满1年呢。哎呀，这个村的事儿啊，我也不是太熟悉。他们有族长主持事务，我也不好插手嘛。一般呢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不过出了这事儿，是谁都没有想到的。这兰花开得挺漂亮的呀。哎呦，这位官人好眼光啊！这可是我朋友从洪州带来的兰花呢，那可是极品呐！您看那花，您看那茎，您看那叶子。族长的儿子最后露面是什么时候？哎呀，这谁知道？这得问他爹呀。哎，不过昨天晚上有个小孩来报案，说那个染房里发现了个蓝色的怪物，怀疑是族长的儿子。我们呐都不相信。染房？哪家染房？柳家染房。这地呀，原来是柳家的染房，阴得很呐。这染房都已经荒废了，染池里还有水。报告，大人，染池里有一个死人骨架，现在已经被打捞上来了。怎么没有头啊？你说这是柳家的染房？正是。这贺家村怎么会有外星人？这柳家是后来搬进来的，不过能干得很，开了间小染坊，弄得红红火火的。只是没想到现在沦落到这步田地呀。那这个染坊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，具体细节就要问贺族长了。石灰。应该是染坊的女主人吧？这柳家现在还有什么人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这都是我来贺家村之前的事了。
而且呢，这个柳家染坊已经停业很久了，附近的人呢都不敢靠近这儿，大家都说这里太晦气了。哎，你觉得那骨架子会是族长的儿子吗？马先生，您慢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是县令让我们来的。族长悲伤过度，不便见客。上官姑娘，不是，那他不是？哎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，马先生？我来探望贺族长。这位马先生是长安城有名的布料商人，我们家做衣服用的布匹都是在他们家挑选的。马先生，这位是大理寺的李少卿。萨摩多罗。马先生怎么会出现在族长家里？这些年来，我都是以卖贺家村的布匹为生，和族长交情甚好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该过来看看吧。哦，此案交由大理寺负责，必然会查个水落石出。有劳李少卿了。上官姑娘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您知会一声。好，告辞，各位。子苏，你回想一下，有没有哪件案子与贺峰有关联？我查到贺峰的仆人曾因调戏妇女而入狱，后来死在了牢里。被调戏的妇人是本村村民贺燕之妻。请问，贺燕是哪位？你们是？我们是长安城来的，奉命调查贺峰的失踪案。贺公子失踪了？你没听说吗？我从早上就忙呢，还没出门呢。今天早上在染坊发现一具尸体，很有可能就是贺公子的。报应啊！老天报应！我们这次来，是想知道贺峰平时为人如何，而且是否有可能有人与他结仇呢？小意思。我一直自己做点手镯、头花、小串子，在家门口卖。那次贺公子喝了酒，就来说些轻薄的话，还动手，我男人就打了上去。我拦着他呢，根本拦不住啊！贺公子谁敢打呀？他叫了几个人来，还拿着棒子，就把他。原来动手动脚的是那个贺公子，他那仆人死得可真冤啊！你们没想过上报官府吗？我们还要在贺家村扎根呀。在这片地上，族长就是老天爷，我们能说什么？钱倒是补给我们一些，我们要是再往上告，1分钱都拿不着。他得治病啊！这也太没有王法了！这长安城外还有这样的地方？你能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在哪儿吗？官人，你看我……你别问了，不可能是他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装的？你看见他露在被子外面的脚趾了吗？那种萎缩的状态，只有长期卧床的人才会有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：村西头那个废弃的染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又是不能说的秘密啊！不是，我们给钱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给钱！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有钱！走走走！大理寺官员都有钱的。官人，我们还要命呢。不是，这贺家村啊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啊，你们说这贺族长的儿子丢了，他还闭门不见人。这贺家村民呢，又对贺家公子呢恨之入骨。啊，那个县令就更不用说了，啥也不是，名存实亡。还有，染房的染坑里发现一具蓝骨，还没有脑袋。那个染房的染池里，的确是染不得电解水，但里面还加了石灰。石灰？没错，因为加入石灰能使腐蚀能力更强。如果只是电解水，是不可能把皮肤和肉腐蚀得如此干净的。这得多大仇啊！你还发现了什么？我还在碱水池旁边发现了竹篾丝的痕迹。难道说凶手用竹篾把人捆住，再放进水池里去？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？那多没意思，就得把那活人放进去，然后那石灰水就像蚂蚁一样，一点儿一点儿腐蚀他的肌肤。竹篾，水池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浸猪笼？啊？这不是处置奸夫淫妇的刑法吗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来看，手里什么都没有吧？是不是？看，身上也没有吧？变！哇，厉害！厉害吧？谁想要这花啊？我要！那告诉哥哥一件事好不好？石头，怎么跑这里来了？大宝、小宝，这是谁呀？你就跟他说话，回家吃饭去。哎，我就是给他们变个戏法啊，至于吗？我又不是鬼，真是。你从哪搞的兰花？下午拔的。哎呦，我的小兰呐！兰花当然是要配君子了。我想要那个。那你跟哥哥讲件事好不好？二位就是长安城里来的官员吧？是啊。听说村里有外来人士打听村内事务，道听途说总归是捕风捉影，不如面谈来的方便。族长有请二位。小兄弟，你知道这有个染房吗？你可别去，里面有个大怪物。大怪物？我昨天晚上看见的，蓝色的大怪物，有这么大呢。那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会有大怪物呢？我娘说，以前有个很漂亮的姐姐被扔进池子里淹死了。是画像上那个姑娘。我娘说，如果不好好睡觉，她就会来找你。你们可别跟别人说呀。我们拉钩，拉钩，拉钩，我们一言为定。阿图，叫你别跟外人搭话，晚上变狼叼了你去。长安城边上居然还有族内自治的地方，动用私刑。我觉得他讲的事情跟大怪物有关。哎，大哥，您对这儿熟悉吗？我在这卖饼5年了，
你买2个吧。啊不，我就想打听个事儿，这个染房……我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。 官人，请坐。不用了。不知大理寺特意派人到我贺家村，有何贵干啊？奉陛下之命，调查贺公子的悬案。我实在是想不出，究竟是谁对我儿子下此毒手。除非真的是他回来报仇了。你说的是谁？他们没有告诉你吗？也对，他们怎么说得出呢？其实，那柳如真被进了猪笼，明明是全村人一起通过的判决呀。要说有罪，都有罪呀。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大的恶事了。柳如真当时犯了何罪？哎呀，我就不该让那柳家留在村子里呀。那个柳如兰打瞎了我儿的左眼。萨摩，萨摩，萨摩！哎，萨摩，快跟我走！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贺族长死了！啊？走，走。死因是心脏麻痹，他没有救急，而且还受了惊吓。惊吓？你们看，桌上果盘里放着一个蓝色的骨头，这是那个没找到的头骨。这头骨左眼眶有处受伤的痕迹，
应该是贺峰的。他不会是被一个头骨吓死的吧？心中有愧，心里才会有鬼。我就说烧了那个染坊，烧死那个姓刘的女鬼，从此我们贺家村就太平了。郎君啊，都是那个女鬼害的呀！一派胡言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为什么我家郎君病了这么久，偏偏在这个姓刘的忌日这一天就死了呢？为什么？老大，不会真的是那女的鬼魂回来报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什么了？三炮，去打探一下，除了贺家村附近哪还有大片了兰？正是，就是做电色染料的草。在西山洼里发现一片了兰。这贺家染布用的肯定是自己种植的了兰，凶手必然不会冒险采摘。也就是说，这附近哪里有了兰，哪里就是凶手可能出没的地方。住在村里多好啊，大隐隐于市嘛。不可能住在村里，会被发现的。被发现？发现啥？等发现了你就知道了。跟没说一样。哎，看见了。有人，应该就是他。出来！柳如兰，果然是你！你当年从贺家村逃走，就是为了有一天为你姐姐复仇吧？你在水坑中加入了生石灰，才让那贺峰被烧得只剩下蓝骨，然后又偷走贺峰的头骨，吓死了贺一德。大水坑，那有一个大水坑，水坑里面有好多水，好多水，好多水！他脑袋是不是坏了？你别再装疯卖傻了！你连杀贺家2人，可知杀人者偿命。杀！我告诉你，哎，三炮，给我拿下！好，全杀了！这女子便是蓝谷杀人案的凶手？是，2桩命案都是他一人所为。几位官人，大老远赶来查案，可真是辛苦了。报，李少卿，外面有一个姓马的商人求见。传上来。官人，诸位，请官人放了阿兰，他没有杀人。你是谁？跑到这里来胡闹什么？在下马前，那贺家父子是我杀的。
官人，整个事件都是我一个人谋划的。阿兰她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与贺家长期有生意来往，为何下此毒手？我是在赎当年的罪。3年前，很多个夜里，我都会梦到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。村里人说，这柳如真是为了给妹妹求情才去勾引贺一德，但只有我清楚，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是说这个贺一德撒了谎，他为了不让儿子的事情闹大，才故意陷害柳如兰，封住他的口？这也太不是东西了。贺一德还有一个目的，这柳家虽然是新开的染坊，技艺却高于贺家。柳如真死了以后，那贺一德给我提供的布料，却和柳家的花纹颜色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这贺家谋害了柳如兰，还抢走了柳家染布的秘方？他们贺家根本就是丧心病狂！自从柳如真死了那天，阿兰就失踪了。我找啊，找啊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那个茅草棚里找到了她。我都快认不出她来了。明明那样美丽的女子，却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苟活在阴冷潮湿的草棚里。我终于找到了她，可她却不认得我是谁了。
是我害的，变成了这样。如果当时我站出来，这一切就不会。可是我当时什么都没说。刘家家破人亡，那贺家的恶行却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所以，我要让恶人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所以，你为了帮阿兰复仇，才制造了鬼魂索命的假象。只是我没有料到，你们竟然会找到他。他是无辜的，杀人的是我。阿兰，这是我马前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
几位小坐，我去换下衣服。其实张继良这些顾虑也情有可原，毕竟死掉的跟他关系不错，而且又都是主战大臣。三炮，去调派些人手，绝不能让张继良有半点闪失。知道了。我们去马志西家，看看还有什么线索。主人近来确实很奇怪，常常唉声叹气，他又是个闷葫芦，问他又不肯说，直到昨天晚上，主人收到了一封信。一封信？一封很奇怪的信。他看完之后，愈发沉默了。那封信现在在哪里啊？主人看完之后，就把信烧了，而且还躲躲闪闪，生怕我看见似的。所以，你是不知道信上内容的？我以为是朝中机密，就没敢多问。然后他就去山林了？我并不知道他去了哪儿，他只说要一个人出去走走，可过了丑时之后还没回来，我才发觉不对劲，就赶紧派人四处找，没想到那你可看到送信的是谁？没有，是门童在门口捡到的。主人看过信，神情紧张，我就随口问了句发生什么了，可他就大发雷霆。这样啊，这就奇怪了，难道马志西跟凶手认识？马志西明显在极力遮掩些什么事，这里面恐怕还大有文章。我还是不习惯那么多人跟着，所以已经把你的人打发走了。外面危险，还请张兄千万小心行事。哈，多谢李少卿美意。这位是萨摩先生吧？早就听闻萨摩先生聪慧过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。你吃。张兄，今日来此，所谓何事啊？实不相瞒，当日替李兄求情，跟陛下夸下海口，说3日之内将罪犯捉拿归案。今天我来，就是想问问李兄，这案子怎么样了？惭愧啊，这马志西的死因都未能查出，凶手更别提了。这也不能怪李兄，还是凶手太过于狡猾。大消息！大消息！什么消息啊？这么开心啊？我可能明白马志西是怎么死的了。快讲来！我爹跟我讲，他今日进宫的时候，看见西域大使进献了一件宝物，名叫霸王水，说可以瞬间融化衣物，甚至是人。你是说，这可能跟马志西的死有关？没错。于是我跟陛下要了几滴回家试了试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快说吧，还每次要人请啊！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那死老鼠就只剩骨头了。更神奇的是，那骨头上面也有一层黑色。那这么说来，马志西跟王珂的死，跟西域脱不了干系。我看啊，这个什么大使嫌疑最大。不应该啊，这个西域大使我也知道，他昨天才来到长安的，根本没有时间筹备王将军的死啊。况且，他这次是来求和的，如果杀了朝廷命官，这不是引火自焚吗？那如果不是这个西域大使，为什么2次作案都用的西域特有的武器呢？2种可能，要么栽赃陷害，要么图方便喽。不是我说，西域有些东西啊，可比大唐的刀剑好用得多。或许这个人他不是西域人，但是他擅长利用西域的特有药品呢。
张兄，有话直说。2年前，我跟高基一起出使过西域，当时高基就对这西域的物品特别感兴趣，也带回来许多。到现在，我想高基已经收藏了不少西域的珍奇玩意儿了吧？就算是这样的话，也不能证明高基就是凶手啊。反战最激烈的就是高基了，他多年来与我们政见不合，朝上朝下唇枪舌战，关系十分不好。若是怀疑，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。这些也都只是猜测而已。以我对高基的了解，他不可能杀人。了解？你对高基有多少了解？嗨，我呢，也只是猜测罢了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相信真正的凶手会露出马脚的。行了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陪各位了。告辞。我觉得张继良说的很有道理。你知道你有哪2大缺点吗？你说。太重义气，太相信直觉。我开始背案宗的第1天，我爹就告诉我一句话，我现在告诉你。说。永远都记得，官场是血腥的。好，那就劳烦上官姑娘，好好给我讲一讲高基的家史，让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。高基跟突厥战争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他曾经作为副将，跟随孙承将军一起出兵作战，那时他有5个儿子。5个儿子？不过在对战突厥的时候都死了。虽然儿子为国战死，让他一路升官，可也因为战争，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，怪不得那么反对战争呢。哎，那张继良有没有参加突厥战争啊？对，那场战争也有张继良。那时候张继良还只是王将军手下的一个副尉。高基有2个儿子是在马志熙手下牺牲，3个儿子是在王克将军手下牺牲。高基恨他们，也情有可原。这些也还都是推测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不调查怎么会有证据啊？哎，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真没说啊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这高基啊，还真奇怪。大家都知道，这高基啊，性格温和，品行纯良，可通常为官。作为同僚，他1没有去参加王克的葬礼，2没有去关心马志熙的事情。前天还神采奕奕的在自己的府里转悠，昨天就说自己病了，请旨要告老还乡。你们说奇不奇怪？奇不奇怪？这个老狐狸，一定是报完仇就想跑。这么看来，我的推测是没有错。高基为了报5个儿子的仇，先后杀了王将军和马志熙，是不是高基？搜一搜不就知道了。我问你，你敢搜高府吗？哼！紫苏姑娘，报告少卿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张继良死了。啊？和王将军的死差不多，尸骨很干净，只剩下白骨，其他的也没什么好查的。哎，你们看，他的手指着鞋子，鞋子很干净，没什么线索。你看那鞋子的摆放哦，一高一低，低有基础的含义。高基，这是张继良给我们留的线索呀。按照你的逻辑，他的3根手指伸展，我还说是3炮呢。你去。
你去哪儿啊？紫苏三炮，跟我走，我要搜查高基府。啥也没有啊。你那儿有什么发现吗？奇怪，不管是军蚁，或者是霸王水，还是别的什么，总会留下点痕迹吧？你不是知道很多新鲜玩意儿吗？连你都没发现，看来这次啊，真的是没辙了。凶手究竟是怎么做的呢？三摸，你看，这是他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长得还挺帅的。哼，我本来以为他的肩胛骨突出，两肩会不一样高呢。你干嘛？不要伤害他。白骨这么干燥，分明不是昨夜死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突厥战争，张继良，5个儿子。有进展吗？紫苏，来得正好。怎么了？我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关于孙成将军。